這是一隻含有上萬種病毒的水熊虫，只要稍微觸碰一下它，就会讓你染上数千種絕症。別人見到它都是敬而遠之，然而當我看到它的那一刻，卻是雙眼放光，隨後更是在眾人驚訝的目光中，一口將那隻水熊虫給吞進了肚子裡。周圍的人都罵我是不是傻了，這玩意吃下去恐怕是活不過3天。可對此我卻是不屑一笑，只因再過幾個小時病變紀元就會降臨，屆時無數的怪物會湧入整個藍星，普通人在這些怪物面前一點反抗的能力都沒有。而那些之前患有疾病的人類卻會被瞬間強化，體內的病越多越重，強化的程度就會越高。有人患有紅眼病，覺醒後雙目能發射毀滅激光，瞬間化身為祖國人。我不吃牛肉。柳氏集團的柳如煙原本體內便已經得了一種極其罕見的基因病，其父柳凱龍尋遍天下都沒能治好，可誰曾想因禍得福，病变紀元一開始，柳如烟便覺醒出了傳說中的災樂聖體，修煉速度比尋常覺醒者快上數百倍，成為了人人口中談之色变的如烟魔帝。而我前世因為身體健康成為了社会最底層的存在，最後甚至被柳氏集团给抓走，發配到了礦山挖礦，被活生生累死。好在老天又給了我一次重生的機會。看了看手機上的日曆，距離病變紀元降臨還有1個月的時間，如今有了充足的準備時間，足夠自己收集各種病毒了。柳如烟，前世你們柳氏集团将我奴役致死，這一世結果可能要逆轉了。不過收集病毒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，得先想辦法弄點現金才行。隨即我便打電話給借貸公司，用自己好不容易買下來的房子，在借貸公司換來了80萬的現金。畢竟那些罕見的病毒每一個都不便宜。這時我突然想起，上一世那個覺醒水熊聖體的富豪，就是在拍賣會上買了一隻攜帶異變病毒的水熊蟲，而這場拍賣會就在附近不遠。隨即我是連忙打車來到了那家拍賣場，可前台卻表示入場的最低要求都需要100萬的資金。没辦法，我只能悄悄來到角落，在網上擼了幾十萬的网贷。雖然過程有些曲折，但我總算是進入了拍賣場。而那只攜帶病毒的水熊蟲，那名富豪在跟我競爭了幾個回合後，終於是被我100萬給拍了下來。看着到手後的水熊虫，我的內心是一陣激動。要知道前世覺醒了水熊聖體的林遠，可是號稱不滅之軀的存在，不僅防禦力高到爆表，受了傷後還能在短時間內迅速恢復。這2個特性，無論是哪個單拎出來都是絕殺。不過光是一個水熊聖體還不夠，我必須要再弄到更多的病毒才行。正想着，我的手機突然響了起来，拿起來一看，才發現是自己的女友秦思思。看着這个名字的我頓時升起一股怒火。上一世秦思思被查出了癌症，我是又出錢又出力，鞍前馬後的照顧她。哪曾想病變紀元降臨後，她因為癌症而實力暴漲，當天就跟我提出了分手。後來也是她將我弄到了柳氏集團的礦場，在那被活生生累死。秦思思，前世我想不到你如此狠毒。等病变紀元開啟後，這筆賬我會討回來的。掛斷電話後，我剛打算離開拍賣場，就被一個中年男人喊住。他表示自己叫長碩，是水熊蟲的賣家，還問我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買下這隻水熊蟲。聞言我微微一愣，隨即警惕地表示這跟你有什麼關係。長碩表示別緊張，我是來跟你談合作的。我在英國位於大夏境內的一家生物研究基地工作，能搞到很多稀有的病毒樣本。你如果想要一些稀有的病毒樣本，可以找我，一份樣本50萬，不議價，怎麼樣？聞言我頓時一喜，真是瞌睡來了送枕頭。只是這病毒的價格也不低啊。長碩見我不說話，還以為是價格喊貴了，隨即表示30萬一份也不是不可以。我知道這應該已經是他的最低價了。你們基地有多少種病毒？大概100多種，一樣要一份，能拿出來嗎？問題不大，我有路子。不過要先付1半定金。我表示沒問題，接着就跟他互加了微信。可等他走後，我卻又開始犯難了。這麼多病毒，我最少得準備3000萬，這麼大一筆錢，光靠貸款肯定是弄不下來了。這時我突然想到，上一世在礦場的時候，聽到柳氏集團在瘋狂收集天山雪蓮並集中銷毀，難道說這天山雪蓮能夠威脅到柳如煙不成？換種說法，也就是在病變紀元之前，這天山雪蓮能夠治好柳如煙的基因病。如果這個消息是真的，那麼這3000萬就有着落了。如果把這個消息賣給柳氏集團，資金就不是問題了。柳如煙，前世你們柳氏集團將我奴役致死，我若真的把你給治好，害你損失一道天大的機緣，你是不是還得謝謝我？第二天，我便來到了劉凱龍的辦公室，看着坐在輪椅上的柳如煙，那絕美的面孔加上柔弱的身形，跟前世的如煙魔帝那可真是判若兩人啊。上一世東海城的上方忽然天降一雷，無數的強者紛紛奔赴而去，想要搶奪機緣。可到最後，柳如煙硬生生靠着他的災厄聖體，在一眾強者之中殺出一條血路，將異寶置於懷中。而他更是在拿下至寶後，還心狠手辣的直接將東海市所有生靈全部屠殺殆盡，用他們的心頭血來祭奠至寶。這也是他魔帝稱號的來源。如今我要是將這女人給治好了，那也算是為民除害了吧。這時周凱龍上下打量了一下我，他早就查過我的資料，一個毫無背景的普通人。如果是在如煙剛發病那會，他是說什麼也不會讓我來治療。可現在的他實在沒有辦法了，也只能死馬當活馬醫，讓我來碰碰運氣。也罷，死馬當活馬醫吧。說吧，
你準備怎麼治療我女兒？柳先生，如果我的方法真能對你女兒的病症起作用，那1個億的賞金應該就能給我吧？當然，錢我有的是，就怕你沒資格拿。你女兒的病，用天山雪蓮即可治好。天山雪蓮，然後呢？沒了，就天山雪蓮。刘凱龍雖然有些疑惑，但還是吩咐秘書去熬煮一份試試。在熬藥的期間，我仔細觀察了一下眼前這位如煙魔帝，真是沒想到，前世赫赫威名的如煙魔帝在覺醒之前竟然如此文靜。劉凱龍見我居然這麼肆無忌憚地盯着自己的女兒，心裡頓時升起一股無名火。等下要是天山雪蓮不起作用，看我怎麼收拾你！就在這時，秘書端着熬好的天山雪蓮走了進來，而柳如烟在喝完了藥後，原本早已失去知覺的右手，此刻竟然微微抬了起来。見到這一幕的劉凱龍頓時一喜，太好了，沒想到居然真的有用。柳先生，既然我的治療方法有效果，那1個億的賞金是不是？放心，我刘凱龍既然答應了，就肯定會做到。去，把1個億打到周先生的卡裡。好的，董事長。一旁的柳如煙也是對我表示了真心的感謝。聞言，我卻是內心呵呵一笑。等病變紀元降臨，你們怕是想殺我的心都有了。就在這時，我的手機上收到了1個億到賬的信息。看到餘額後，我的內心是一陣狂喜，接着就表示自己還有事，轉身就離開了劉凱龍的辦公室。1個小時後，某個高檔酒店內，我將1000萬的定金放在了常碩面前，接着又查看了一下他的工作證明，在確認他確實是實驗人員後，我便表示給你2天的時間，到時候在這裡一手交錢一手交貨，還讓他把100種病毒都放在一個試管裡。畢竟病毒這玩意可不是鬧着玩的，要是吞下去還沒熬到病變降臨就掛了，那可就得不償失了。聽到這話的常碩雖然有些疑惑，但他還是當場答應了下來。對他而言，只要錢到位就行了，至於客戶用來做什麼他就管不着了。在跟常碩告別了之後，我的內心是一陣火熱。有了這些病毒，病變紀元降臨後，自己怎麼說也能成為一方強者了。不過對此我卻依舊不是很滿意，畢竟上一世像柳如煙這等強者不在少數，自己這100多種病毒還不足以稱霸天下。既然我重生了，要麼不做，要做就要做到最強，不然豈不是浪費了這麼好的機會？在思索了片刻後，我決定再去搞一點核廢水，那玩意可是剧毒，說不定會有奇效。很快2天的時間過去了，這幾天我不僅收集了一些工業廢水，又花大價錢在網上購買了1瓶島國的核廢水，現在就只等那100種病毒到位了。正想着，常碩便給我打來了電話。2個小時後，常碩如約的來到了之前的酒店，他小心翼翼的從懷裡掏出了一個盒子。按你的要求，我把我們研究基地的105種變異病毒全部放了進去。這裡面是這105種病毒的詳細資料，就這一份，你保管好，丟了我可再沒地方弄去。我沒有理會那個 U 盤，而是死死地盯着那盒子裡的試管。只見裡面裝着淡藍色的液體，看上去似乎沒什麼危險，實際上這玩意一滴就能讓人一步登天。常碩見我盯着試管半天不說話，便忍不住地咳嗽2聲。醜話我可先說在前頭啊，是你要我把這些病毒全部放到一起的，你拿回去後，裡面的病毒原體還能不能保持原樣，我可不能保證。我沒有理會他的牢騷，而是小心翼翼地將盒子重新封上，隨後留下一句交易完成，便匆匆離開了房間。等我走後，常碩這才發現桌子上的 U 盤還在，雖然他有些疑惑，但既然錢已經到手了，他也不打算再多管閒事，接着也拿着錢離開了酒店。就這樣，平淡的日子過得很快。這幾天我花光了剩餘的那幾千萬，在各種高端場所裡好好的奢靡了一把。當然，最重要的病毒我也收集了不少。此刻我的儲藏櫃已經被塞得滿滿當當。就在我考慮要不要再去弄點毒蛇蠍子之類的剧毒之物時，電視上突然彈出了一條新聞，插播一條緊急新聞：10分鐘前 ，H 國一座跨江大橋忽然塌陷，造成傷亡不明。畫面雖然模糊，但依稀能夠分辨出是 H 國著名的跨江大橋。只不過原本那巍峨壯觀的跨江大橋，此刻已然從中間斷開，就像是被什麼東西給劈開了一樣。看到這一幕的我頓時一喜，病變紀元果然要來了。一座跨越數千米的跨江大橋，此刻卻如同被锋利的刀刃從中間一分為二。看到这一幕的我卻是頓時一喜，這是病變紀元降臨的前兆啊！上一世的跨江大橋實際上是被異獸赤尾風蠍給切斷了，因為病變紀元還未正式到來的緣故。初次降臨時，它的境界只在第2近臨邊境，也正因如此 ，H 國軍方才能夠在後來用熱武器將其誅殺。可就算是如此，這次赤尾風蠍的降臨直接導致 H 國死傷5萬人。一開始 H 國還到處封鎖消息，不想讓赤尾風蠍的存在洩露出去。然而他們沒想到的是，如今網絡時代，信息傳播速度極快。再加上赤尾風蠍鬧出的動靜實在太大，根本遮掩不住。短短2天時間，赤尾風蠍與 H 國軍方交戰的各種照片、視頻紛紛洩露，使得整個藍星都陷入了恐慌之中。一想到這裡，我的內心是頓時一陣火熱。看來我的準備沒有白費，這一世我將徹底逆轉前世境遇，成為此方世界的最強者。1個星期後，一道奇異的波紋覆蓋住了整個藍星，同時所有人的腦海裡響起一個聲音：病變紀元即將開啟，所有人類將迎來進化，體內疾病越嚴重，進化的層次便會越高。看着眼前出現的倒計時，我知道自己的時代終於要來了。病變紀元即將開啟。你有沒有聽到一個聲音，說什麼病變紀元即將開啟？我操，原來不是我一個人聽到，
我以為自己幻聽了。這不會是惡作劇吧？全體人類開啟進化，真的假的？這上面說病得越嚴重，進化層次越高。那我昨天剛檢查出來肺癌晚期，不是有救了？我靠，晚期肺癌这哪是有救了？你这是直接上天了！看着网上那些鋪天蓋地的討論，我沒有興趣理會他們，而是將之前收集的病毒都一一拿了出來。就在我考慮應該先服用哪一瓶的時候，我的手機突然響了起來。喂，周洛，你聽到了沒有？病變紀元馬上就要開啟。真是老天有眼，知道我秦思思命不該絕，你說對不對？周洛，當初若不是你不願將腎換給我，我還得不到這場機緣。思思，能出來見一面嗎？周洛，現在知道後悔了。行，那我給你一個機會。病變紀元開啟的那天，你來我家，讓我看看你道歉的態度，我再考慮考慮放不放過你。病變紀元即將開啟。你有沒有聽到一個聲音，說什麼病變紀元即將開啟？我操，原來不是我一個人聽到，我以為自己幻聽了。這不會是惡作劇吧？全體人類開啟進化，真的假的？這上面說病得越嚴重，進化層次越高。那我昨天剛檢查出來肺癌晚期，不是有救了？我靠，晚期肺癌这哪是有救了？你這是直接上天了！看着網上那些鋪天蓋地的討論，我沒有興趣理會他們，而是將之前收集的病毒都一一拿了出來。就在我考慮應該先服用哪一瓶的時候，我的手機突然響了起來。喂，周洛，你聽到了沒有？病變紀元馬上就要開啟。真是老天有眼，知道我秦思思命不該絕，你說對不對？周洛，當初若不是你不願將腎換給我，我還得不到這場機緣。思思，能出來見一面嗎？周洛，現在知道後悔了。行，那我給你一個機會。病變紀元開啟的那天，你來我家，讓我看看你道歉的態度，我再考慮考慮放不放過你。掛斷電話後，我不由得冷笑一聲：秦思思，到時候你就會知道，誰才是那個讓人仰望的存在。跟秦思思的狂喜相比，此刻的柳如煙卻是氣得暴跳如雷。該死，怎麼會突然降臨病變紀元？如今我的病已經好了40%，豈不是實力會大打折扣？都怪那個叫周洛的，我一定要殺了他！女兒，別着急。周洛這家伙就是個身體健康的普通人，等到病變紀元降臨後，我們有的是辦法對付他。另一邊，我看着桌子上的病毒一陣失神。經過1個月的時間，如今的病毒已經變異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程度。原本試管內的藍色液體，此刻已經完全變為了黑色，而且還能隱約看見這黑色的液體中似乎有着什麼東西在不斷游動。當然，除了這100種變異的病毒之外，我還收集了大大小小幾十種不同類型的劇毒之物。不過這些玩意得先混合在一起才行，不然一樣一樣吃，自己怕是撐不過2分半就涼了。隨着時間的流逝，很快病變紀元倒計時已經來到了最後1分鐘。見狀，我是連忙拿起那混合了100種病毒的試管，揭開瓶蓋就一口灌進了肚子裡。就在那黑色液體進入體內的一剎那，一股火辣辣的灼燒感頓時從喉嚨裡傳來。緊接着，這股灼燒感沒一會就傳遍了我整個身體，這劇烈的疼痛差點就讓我暈了過去。但是我知道此時是最關鍵的時刻，要是暈過去，豈不是前功盡棄了？隨後我強行忍着劇痛，再次握住那早已混合好了和沸水等毒物的瓶，一口氣將瓶子裡的混合物給喝了個乾淨。剎那間，一股無法言語的疼痛感瞬間席捲全身，讓我的臉色頓時脹如豬肝，體表遍布密密麻麻的血管，整個人如同地獄來的惡鬼。就這樣，在艱難的熬過了1分鐘後，病變紀元終於開啟了。隨着倒計時的結束，一股藍色的能量瞬間覆蓋了整個藍星。那些之前患有疾病的人類，在這一刻被徹底治癒，而且還獲得了不同程度的強化。比如患有皮膚病的人，此刻竟能刀槍不入，水火不侵；雙腿天生殘疾之人，在被強化後，更是能在高樓大廈間飛檐走壁，來回穿梭。而此刻的我已經從痛苦中解脫了出來。緊接着，一股金色的能量包裹住了我的全身，無數的病毒磁條在我的眼前閃現，且每一種病毒都能讓我獲得一個強大的天賦。就在我驚訝於這些天賦時，提示音再次響起，檢測個體負面狀態高達138種，達成百病纏身，恭喜獲得唯一天賦9幽混沌體。見此情形，我是連忙開始打坐修煉，沒一會的功夫，我就從初始境1重突破到了靈變境6重。在感受到體內那恐怖的實力後，我是興奮不已。隨後我來到天台，看着眼前那繁華的城市，我是不由得感嘆道：這一世，我終於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了。要知道上一世的秦思思，在剛覺醒時也才初始境3重，如今以我靈變境6重的實力，估計整個藍星都沒人是我的對手。就在這時，地面突然傳來一陣晃動，緊接着不遠處就傳來了一陣爆炸的聲音。看到這一幕的我突然想了起來，在上一世同樣的時間，江南市的上空出現了一頭靈變境1重的銀甲玄蛟。是他，银甲玄蛟。我記得前世银甲玄蛟被殺後，他的蛟龙脊会化作一杆银槍，威力十足。正好我手上也缺把武器，
就你了。另一邊，此時的银甲玄交的下方已經聚集了大量的警察，只是他們的熱武器在銀甲玄交面前，簡直就跟挠癢癢沒有區別。不僅沒有傷到他，反而還徹底將他給惹怒了。就在眾人不知道該怎麼辦了的時候，其中一人是指着天空喊道：“你們快看，沒錯了！”在這關鍵時刻，是我及時的趕了過來。銀甲玄交看到我後，眼裡不由閃過一抹怒意，接着就吐出一顆雷球朝我襲來。看着不斷向我接近的雷球，我卻是雙手背在身後，完全沒有任何躲閃的意思。隨着那雷球擊中我的瞬間，狂暴的雷霆之力顷刻間炸開，使周圍瞬間形成了一片滿是毀滅氣息的雷霆領域。銀甲玄交看着这一幕，眼裡閃過一抹滿意之色。然而就在他以為我死定了之時，你的雷傷不了我。看着我完好无损地出現在了他的面前，银甲玄交是頓時一驚，留下來給我當兵器吧。說完，我頓時匯聚靈氣朝他揮出了一掌。下一秒，一道快要接近整個銀甲玄交大小的掌印忽然出現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猛地拍在了银甲玄交的身體之上。銀甲玄交直接被這一掌給拍向地面，他那巨大的身軀猛然砸在了操場之上，頓時被砸出一個巨坑。這一幕是把在場的所有人都看傻了。他們不敢相信，一個人類居然能做到如此地步。就在這時，巨坑裡的銀甲玄交還想起身反抗，可我又哪裡會給他機會，直接來到銀甲玄交上空，猛地一把掐住他3寸位置。隨着我一陣發力，沒一會內銀甲玄交便化為了一把長槍。武器到手後，我是又重新回到了公寓。接下來我需要盡快將這杆銀膠槍給煉化，因為再過不久，江南市就會開啟一座南山秘境。我記得上一世在南山秘境裡產出了無數的寶物，而其中最珍貴的就是先天至寶九陽八卦盤。前世獲得了九陽八卦盤的吳啟雲，被世人稱之為卦甲天尊。在獲得九陽八卦盤之前，他還只是一個初始境的菜鳥。拿到這件號稱最強防禦的寶貝後，實力瞬間暴漲。憑借着九陽八卦盤，一人就扛下了5頭競技境獸王的聯手進攻。病變紀元開啟後，天道意志劃分出來了5大修行境界，分別是初始境、靈變境、神異境、化靈境、競技境。我必須要盡快提升實力，將九陽八卦盤拿到手才行。隨着我將靈氣注入到銀膠槍中，殘存於銀膠槍內的銀甲玄交意識瞬間被粉碎。很快，這柄銀膠槍就被我給煉化成功了。接着，我將銀膠槍收進自己的袖口，然後從窗戶上一躍而起。沒一會便來到了秦思思的住處。而秦思思在看到我的到來後，也很是意外。她沒想到我居然真的趕來，緊接着她就出手向我襲來。可結果我卻只是輕輕抬手就擋住了她的攻擊。這個操作是讓秦思思頓時一驚，她怎麼也沒想到我居然還有反抗的能力。秦思思，你是不是覺得你初始境的實力很強？靈變境，不可能，這不可能！你怎麼可能是靈變境？你怎麼可能是覺醒者？我沒有跟他廢話，而是直接召喚出銀膠槍，一槍就貫穿了他的胸口。與此同時的另一邊，柳如煙雖然被我治好了一大半，但還是覺醒出了災厄聖體。只是如今的他實力已經不及上一世的1/10，但災厄聖體畢竟也是頂級天賦之一，雖然修煉的速度大大減緩，但還是獲得了一個起死回生的技能。只是可惜這個技能是殘缺版，使用一次後便會徹底消失。該死的周洛，若不是他，我的災厄聖體怎麼會殘缺至此？父親，找到周洛了沒有？我們的人已經找不到了他之前住的地方，但是那房子早就被他給抵押出去了。現在他還在不在江南市都是一個問題。怎麼可能？難道他一開始就知道病變紀元會降臨嗎？我一定要抓到他，讓他後悔來到這個世上。就在這時，一個下屬跑過來喊道：“我們找到周洛。”接着就將電腦打開，播放了一段我的視頻。只見視頻中，我僅僅只是抬手一揮，一道巨大的掌印赫然出現在半空，狠狠地轟擊在了蛟龍的身軀之上。那威勢極其驚人的巨大蛟龍，竟然就因為這一掌，直接被拍入地底。看到這一幕的柳如煙是頓時一驚，劉凱龍更是驚呼道：“這居然是周洛，怎麼可能？他居然這麼強！”可惡，這家伙肯定早就知道些什麼，不然他一個普通人怎麼會突然變強？女兒，計劃要變了，我們得去討好他，然後再伺機而動。劉凱龍表示我们給過他1個億，再怎麼說也還是有點情分。聽到這話的柳如煙雖然有些不悅，但眼下也實在是沒有其他的辦法，隨即便答應了下來。去幫我找到周洛的聯繫方式，我要親自上門去拜訪他。是。第二天，我剛走出門，手機裡就傳來了一陣響動，打開一看才發現，居然是柳氏集團打來的。我是周洛，有什麼事？太好了，真是周先生你，我是刘凱龍。最近這幾天我一直在找您，想要報答您給我女兒治病的恩情，終於讓我找到了。柳先生，那你準備怎麼報答我呢？您對我們柳氏集團的恩情之大，在電話裡可說不完。周先生，要不這樣，您告訴我您的住址，我帶着我女兒親自上門來拜訪您。聽到這話的我頓時一愣，沒想到劉凱龍居然會主動來找我。
隨即我便将公寓的地址給他發了過去。既然你們要急着送上門，那我就不客氣了。我猜的果然沒錯，周洛的確惦記着我們柳氏集團給他的這份情誼。走吧，女兒，我們一起去拜訪一下這個周洛。你可一定記住了，不要在他面前展露恨意，一切等你實力提升上來後，我們再報仇。父親，我自有分寸，絕對不會讓周洛察覺。那就好，事不宜遲，我們馬上動身。很快，刘凱龍父女就按照我發的地址找了過来。周先生，我是刘凱龍，我跟我女兒柳如烟來拜訪您了。周先生，您可算開門了。劉董事長，你應該是看見了我在陽光小學殺了那條銀甲玄蛟才找過來的吧？周先生，您斬蛟龍那一幕現在可是在網上傳遍了，實在是少年英雄英姿勃發呀。周先生，您救過如煙的命，這些天裡如煙一直都在想着怎麼報答您，可如煙無論怎麼想都想不出一個法子，所以就想着來當面請教您。您說如煙該怎麼報答您好呢？如煙一定會盡力滿足。不愧是如煙魔帝，為達目的不擇手段。若不是自己是重生者，還真能給柳如煙這副模樣給騙過去。說到報答，還真有件事想請你幫忙。什麼忙？如煙一定完成。既然你這麼有誠意，那我就直說了，我想殺了你。說着，我便召喚出了银蛟槍，在柳如煙一臉驚訝的目光中，一槍就解決掉了他們父女。柳如烟，上一世你們父女二人不知道殘害了多少無辜性命，如今我這也算是為民除害了吧。除掉了柳氏父女後，我便準備離開公寓。如今病变紀元才剛剛開啟，很多人都還在處於探索階段，我必須要在這個時間內盡快提升實力才行。可讓我沒想到的是，就在我離開沒多久後，原本已經沒了呼吸的柳如煙，此刻體內卻忽然綻放出一道黑色光芒，不多時，傷口便全部修復完畢。柳如煙也在此刻緩緩睜開了雙眼。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一旁死不瞑目的劉凱龍。看到這一幕的柳如煙頓時怒了，他怎麼也沒想到自己居然會落得如此下場。周洛，我柳如烟與你不共戴天！一個星期後，在我不懈的努力下，我的境界終於從0變境6重提升到了7重。可就算是如此，我還是感覺自己的修煉速度太慢了。雖然我的9幽混沌體吞吐靈氣的效率已經十分恐怖了，但還是缺一個好的呼吸法來輔助轉化。就在我準備出門，準備四處逛逛之時，天空之中的雲層突然出現一道巨大的裂縫，無數道金光正從裂縫之中照射而出，而金光照射的位置正是江南市的祁南山。見狀，我頓時一喜，這是秘境要開啟了。隨後我連忙在手機上查看了一下最近的新聞，當看到跟前世沒有太多區別後，我是不由得微微一笑。看來自己的重生並沒有改變世界的格局。根據上一世的記憶，如今的大夏內依舊是發展出了5大勢力，分別是黑羽王坐鎮的百里集團、武藏仙體顧千華坐鎮的傲島顧氏家族，還有骷髏尊楊天鷹所在的骷髏會，以及官方建立的大夏聯盟。唯一有一點不同的是，少了柳氏集團，卻多出來了一個前世被柳氏集團收編的江南山莊。不過從目前來看，我的實力依舊還是大夏第一，甚至說整個藍星第一都不為過。接着我就來到了祁南山的腳下，可讓我沒想到的是，這裡居然已經聚集了一大批人。就在我疑惑之際，一群人突然浩浩蕩蕩地走了過來，而為首的正是百里集團的陸月兒。你們快看，那應該就是黑羽王的妹妹陸月兒了吧？就是她。聽說黑羽王身上的怪病乃是家族遺傳，他妹妹的病症雖說比黑羽王輕一些，但也有6成的實力。前世的南山秘境裡好像沒有百里集團的影子，看來柳氏集团的倒塌的確讓世界線發生了一些變動。就在這時，我突然發現周圍的人全部都散開了，原來是百里集團的人正朝着我走了過來。其中一個下屬見我攔在路中間，隨即衝上來就想要教訓我，然而卻被一旁的陸月兒伸手擋住。見到這一幕的圍觀群眾是紛紛議論道：這小子在發什麼呆？別人百里集團都要過來了，還敢攔在他們面前？敢攔百里集團的路，這小子死定了！先生是哪方勢力的人？孤家寡人而已。我以為這小子有什麼大來頭呢，沒想到居然是個小癟三，得罪了百里集團，這小子完了。然而陸月兒卻並沒有對我出手，只是擺了擺手，就朝着另一個方向離開了。這個操作是讓在場的眾人紛紛傻眼，陸月兒居然這麼輕易就放過了我。可就在我準備離開之時，天空中突然飛來一道人影，唰的一聲就落在了陸月兒的身邊。是江南山莊的3少爺阮岩峰。果然，
江南山莊也來人了。月兒妹妹，今天怎麼只有你過來？你哥哥他呢？我哥哥他有別的要緊事處理，所以就只有我過來了。這樣也好，我家也只派了我一人過來查查祁南山的情況，這下我們兩個之間也可以聯手了。月兒妹妹，剛才的事情我可都看見了，這家伙敢攔你的路，不如我去幫你教訓教訓他。來之前我哥哥就告誡過我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這件事你就別管了。放心吧，月兒妹妹，我昨天便已經突破到了初始境6重，實力雖然比不過你哥哥，但教訓一個毛頭小子還是沒什麼問題的。還以為能清靜一下，結果來了個舔狗。既然這位江南山莊的阮少爺找死，那我也不介意送他上路，回頭再把江南山莊也一同滅掉，這樣事件線不就跟前世重合了？我真他娘的是個天才！我給你一次選擇的機會，想活，現在就去給我月兒妹妹下跪道歉，我就饶你一命。否則，我不介意现在就送你上路。这下有好戏看了，刚才还搁那儿一动不动，就是不給百里集團讓路。哈哈，現在好了吧？不下跪就等死，看他還敢不敢裝。阮延峰聽着周圍人的議論，嘴角也不由微微勾起，他要的就是這個效果。如今病變紀元到來，他們江南山莊作為江南市最強大的勢力，必須要好好立下威勢。可結果他還沒來得及裝叉，我是召喚出銀膠槍，一槍就將他給穿了個透心涼。見到這一幕的圍觀群眾是當場嚇傻，一旁的陸月兒更是震驚的不行。他怎麼也沒想到，我的實力居然如此之強。我初始境7重，竟然沒看清他是怎麼出手的。這個人到底是誰？沒有了蒼蠅的打擾後，我獨自找到一個安靜的角落坐下。這時陸月兒突然朝我走了過來。先生，月兒剛才失禮了，特地給您來賠個不是。這女人不簡單，是想來結交我。行了，你走吧。月兒告辭。我操！人家百里集團的小公主過來給他道歉，他是真一點不客氣啊！你要是也跟人家一樣忙，你也能。哎，你們說，他跟陸月兒的哥哥黑羽王哪個更強？這還用想？肯定是黑羽王啊！別人黑羽王可是如今公認的大夏5大強者，這家伙雖然不知道名字，但如果他真的厲害，怎麼可能一點名氣都沒有？我沒有理會他們的議論，而是看向了一旁的吳啟雲。奇怪，他明明才初始境2重的實力，上一世他是怎麼奪得9陽八卦盤？難道說他還隱藏了什麼特殊的天賦不成？就在我疑惑之時，祁南山突然爆發出一陣耀眼的金光，下一秒，那祁南山竟然一分為2，露出一道如同天門一般的裂縫。見到這一幕的眾人是紛紛朝着裂縫衝去，可就在這時，裂縫中突然出現一道黑影。待靠近了才發現，那居然是一條體型龐大的黑色巨蟒。只見他一口就吞掉了衝在最前面的錦。見到這一幕的眾人是紛紛朝着身後退去。這時一個大漢怒吼道：“一條蛇而已，有什麼可怕的？”接着就舉起武器準備衝上去。其他人見狀也是紛紛加入了進來。可結果他們根本就不是巨蟒的對手，沒一會就被巨蟒給打成了重傷。就在這時，陸月兒突然展開翅膀，一個展翅間就飛到了巨蟒的上空。只見他驅使着自己的黑色羽翼，對着那巨蟒輕微一扇，數十根黑羽赫然呼嘯而出，直接朝着巨蟒射去。雖然這些羽毛成功的破開了巨蟒的防禦，可卻也徹底的激怒了這條巨蟒。隨後就見那巨蟒突然揚起腦袋，一口就咬在了陸月兒的羽翼上。失去了平衡的陸月兒是頓時從空中墜落，狠狠地砸在了地上，顯然是受傷不輕，再也沒有了一戰之力。眼看着那巨蟒就要一口將他吞掉之時，一個壯漢突然擋在了他的面前。在壯漢的不斷攻擊之下，巨蟒這才被打退了回去。沒錯了，出手的這人正是華夏聯盟的楚漢雲。可儘管如此，他卻依舊不是巨蟒的對手。沒辦法的他只能通知總部過來支援。總部，請求支援，這條蟒蛇太強了。支援還需要10分鐘。10分鐘？我他媽能撐3分鐘就不錯了。眼看着他們搞不定巨蟒，我是連忙召喚出銀膠槍，一個躍起就來到了那巨蟒的頭頂。隨着我猛地一槍刺出，銀膠槍頓時如入無人之境，瞬間將巨蟒的舌頭從上到下捅了個對穿，輕易的就秒殺了這條巨蟒。看到這一幕的楚漢雲都驚呆了，他怎麼也沒想到，自己全力都無法破防的巨蟒，居然被我給一槍就秒殺了。這時他突然想起，前段時間好像就是我解決掉了江南市上空的那頭銀甲玄蛟。眼看着危機解除，所有人頓時瘋狂地朝着金色裂縫衝去。等進入秘境後才發現，裡面居然是一片密林，而在密林的中間則是一座外表古樸的塔形建築物，這就是前世新聞上說的浮屠塔嗎？進入塔內後，裡面只有一條直通塔頂的旋轉樓梯，看上去平平無奇。可當眾人踏上台階後才知道，越往上爬，自身受到的重力就會越大，一不小心就會從樓梯上滾落下來。我並沒有急着上前爬塔，而是躲在一旁偷偷觀察吳啟。
畢竟九陽八卦盤才是我這次的主要目標，而且以我的實力，登上這浮屠塔自然是不在話下。就在我思索之際，吳啟雲也開始走向了台階。最開始的時候，他還是爬得很輕鬆，直到第19層時，終於是停了下来。此刻的他感覺自己的身上壓着一座泰山，根本無法移动一步。雖然很是不甘，但最終還是選擇了放棄。退回大廳後，吳啟雲便朝着另一側的大門走去。看到這一幕的我頓時一喜，果然這個八卦盤不是在浮屠塔裡。接着我就悄悄地跟了上去。在離開浮屠塔後，吳啟雲憑感覺找了一個方位，直接鑽入了密林之中。可還沒走多遠，一頭異獸就擋住了他的去路。這異獸體型健碩，長得跟老虎極其相似，但眉心處卻有着一根碩長的獨角。看到這一幕的吳啟雲是頓時大驚，接着他便轉身朝着另一個方向逃去。然而那頭異獸卻並不打算放過他，一直跟在他的後面緊追不捨。就在那異獸快要追上他的時候，吳啟雲突然一個閃身竄進了一處狹小的縫隙裡。身後的異獸因為體型太大，他在裂縫處扒拉了幾下後便放棄離開了。吳啟雲見危機解除，隨後便朝着洞穴深處走去。山洞內很黑，除了洞口處照射進来的幾縷陽光外，便再無任何光源。在經過一番仔細的探查後，他很快就在裡面發現了一件寶。只見山洞最深處的牆壁旁立着一個半米高的石台，石台上方則是擺着一塊八卦盤。見到這一幕的吳啟雲是頓時大喜，可就在他打算伸手去拿的時候，一只手掌突然掐住了他的脖子，下一秒他就徹底的暈了過去。不好意思，這塊八卦盤是我的。說着，我便走上前一把將那塊八卦盤拿在了手上。就在接觸到八卦盤的瞬間，那原本落滿了塵埃的八卦盤上忽然猛地閃過一道金光。在經歷了2分半的洗禮後，這塊八卦盤就算是認主成功了。接着我開始仔細觀察起了這塊八卦盤，我能感覺到自己跟這塊八卦盤有了一種莫名的聯繫。接着我將八卦盤收入了我的體內。如今九陽八卦盤已經到手，那麼接下來就該去試試浮屠塔了。可我才剛走出洞口，那只虎形異獸就衝了過來。見狀，我連忙釋放出九陽八卦盤，想看看這法寶的威力怎麼樣。只見那八卦盤中突然浮現出錢队里等8個大字，這8個字形成一個透明的防護罩，將我牢牢護在中心。任憑那只虎形異獸怎麼攻擊，都始終破不開這層防護罩。見此情形，我隨即召喚出銀膠槍，衝上去一槍就結束了他的生命。這只虎形異獸的實力太低了，根本都無法發揮出九陽八卦盤的威力。解決完它後，我開始朝着浮屠塔的方向走去。畢竟秘境存在的時間快不多了，我必須要盡快登上塔頂才行。隨後我便快速來到浮屠塔的階梯上，這種壓力对於我來說簡直不要太簡單。不到2分半的功夫就爬到了30層。看到這一幕的楚漢雲都驚呆了，這家伙還是人嗎？也太誇張了吧！原來浮屠塔的塔頂是一間密室，而密室的中間有着一根石柱。看到石柱中間的凹槽後，我頓時一愣，這個形狀看上去怎麼跟自己得到的八卦盤一模一樣？難道說自己得到的這個八卦盤便是這座陣法的鑰匙不成？見狀，我連忙將八卦盤安裝了上去。就在八卦盤與柱子合為一體的一瞬間，我腳下的那道玄奧陣法忽然開始運轉，整間密室瞬間充斥着氤氲光芒，陣法逐漸凝聚了一輪如同巨日般耀眼的能量光球，最終匯入了柱子頂端的八卦盤之內。八卦盤在吸收完那輪巨日後，盤體表面竟然多出來了一道流轉不息的赤紅色光暈，看上去極為不凡。隨後就在我觸碰到八卦盤的瞬間，重铸後的九陽八卦盤是再次融入進了我的體內。很快我就发现了他的新能力反傷，可以将攻擊反彈給對手。爬完了浮屠塔後，我準備在秘境關閉前再好好探索一番，可結果轉悠了半天也沒發現有什麼好東西。想來這個秘境裡應該是沒有其他機遇了。看了看時間，距離秘境關閉已經不足20分鐘，於是我便隨便找了個角落開始等待。沒一會，天空中突然亮起一道白光，緊接着周圍的環境開始發生扭曲，下一秒，秘境裡的所有人便又重新被傳送了出來。至此，秘境之行就此結束。阮爺，祁南山那邊的事，周洛他把我們的人都殺了。混账！周洛，要你死！阮莊主，我早跟你說過，江南市內藏有一個絕世強者，你若聽我的話，貴少爺也不會就這麼輕易死去。晚了，一切都晚了。嚴峰在我3兒子裡天賦排第2，都怪周洛，全毀了。阮莊主，現在你可以考慮我之前說的那些條件了吧？幫我補好殘缺的災厄聖體，然後我與你一起聯手，將周洛給鏟除。